路过当年他请蓝湛吃饭的酒楼，魏无羡当即决定去回忆青春。魏无羡骄傲地拍了拍胸脯，十分阔气地说道：“走，本老祖带你们下馆子去，我请客。”说罢，十分理直气壮，不顾周围鄙视的目光。主要是魏婴的目光，从蓝忘机胸前摸出钱袋子，一挥手，大摇大摆进了酒楼。店小二远远的就瞧见这几人仪表气度不凡，绝对有钱。一看他们进来，十分麻利地上前接客：“哎，客官您里面请。”众人围坐在2楼雅间，魏无羡坐没坐相的倚靠着蓝忘机，嘴里念叨着他当年同蓝忘机在此相遇的情景。蓝忘机揽了下魏无羡的腰，调整角度让他倚得更舒服些。我跟你们说，当年老祖我下乱葬岗体察民情之际，路遇你们韩光君到此夜猎，我知道。思追抱着韩光君叫爹。对于笑话思追，景怡总是很积极。蓝思追捂脸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他就知道，所以已经伸手准备捂住景怡的嘴，奈何他的动作还是没景怡的嘴快。魏婴想象了一下这个画面，忍不住笑出了声，噗哈哈哈哈哈！大街上管蓝湛叫爹，思追呀，没想到你从小就是个人才。说罢，还拍了拍正在清点小玩意儿的阿苑的小脑袋。魏前辈，以前光是他们几个也就罢了，如今还多了2位年纪比他还小的韩光君和魏前辈一起听他小时候的光荣事迹，思追真是羞得不行。正是。魏无羡拿陈情敲了景怡的脑袋一下，示意他好好坐下听他说书。这俗话说得好，久旱逢甘霖，他乡遇故知，都是人生大喜之事啊。彼时咱们韩光君正被咱们小厮追抱着大腿喊爹，尴尬到不知如何自处，我当即一个飞奔，赶走人群，英雄救美可惜了，这场景你们是不得见了。蓝忘机看了魏无羡一眼，把倒好的茶递到魏无羡嘴边，对英雄救美这个词不置可否。魏无羡低头就着蓝忘机的手喝茶，这一路走过来确实口渴了。魏婴看着眼前这个钱要别人花，坐要别人靠，水要别人喂，合理怀疑一会儿吃饭还要别人喂，仿佛柔弱到生活不能自理的自己，一边鄙视一边想不通。主要是这个别人是蓝忘机，蓝忘机是谁呀？端方雅正，冷淡自持的仙门名士，世家楷模，怎么容得他这样胡作非为？他以后是蓝家人吧？这蓝世家归为了不知道多少条了吧？蓝忘机他这个长罚的非但不管，还纵着。一想到这，他就莫名其妙的觉得脸上热乎乎的。不成，他得转移一下注意力，不然总是不自觉地观察这2个人。这时又听那魏无羡拍了拍桌子道：“那当初我就在这间酒楼请韩光君吃饭的，你们韩光君当初可害羞了，我半拖半拉的才把他拖进来。你请蓝湛吃饭，你有钱吗？”魏婴怀疑地看着魏无羡，言外之意任谁都听得出来。当然。魏无羡说的理直气壮，不过是当然有还是当然没有，看在座的表现就知道了。蓝湛和蓝忘机不约而同地端起了面前的茶杯，抿了口茶水。2个小辈就不这么能忍了，拉不下来的嘴角，上扬的眉梢，在笑与不笑间五官都仿佛在轻微抽搐。你们这一个个的，合起伙来笑话我是不是？魏无羡把正拿着2只小蝴蝶玩的阿苑抱到怀里，还是我们家阿苑最好了。点了点阿苑的小鼻头，一会儿羡哥哥给您买好吃的，不给这帮坏人吃。阿苑，好吃的，好吃的。魏婴才不信当年如魏无羡所说，他胡说八道的能力他还是了解的，看向蓝忘机，问道：“忘机兄，你说？”蓝忘机看了眼坐在魏无羡怀里的阿苑，道：“却是魏婴请客，不过最后是他付的钱罢了。这么多年。”魏无羡要是看不懂蓝忘机这轻飘飘的一眼是什么意思，他就不是他家蓝湛的亲道侣了。魏无羡当即放下了阿苑，转而抱着蓝忘机的胳膊，说错了，我们家蓝湛才是最好的。顺手挠了挠蓝忘机的下巴，羡哥哥也给你买好吃的哈，人还没调戏完，魏无羡自己先笑了。蓝忘机抓住他作恶的手，别闹，语气中却半点恼意都没有。蓝湛和魏婴见此同时低下头去，夹刚上来的凉菜，蓦然有种非礼勿视的感觉。见惯了大风大浪的思追、景怡，小场面
勿慌。入夜，本该阴风怒号，怨气重重的乱葬岗上香飘四溢。蓝忘机将魏无羡白日里在街上买的2只鸡清理干净，架在丝锥他们刚刚生好的火堆上。魏无羡既拿出好几个坐垫分给众人之后，又从他那百宝箱一般的乾坤袋里拿出了各式各样的调料，瓶瓶罐罐被绑在一起，方便拿取，上边还写着不同调料的名字。这雅正规矩的字，一看就是出自韩光君之手。今天就让你们尝尝我的手艺，我做的烤鸡，那在我们云深不知处堪称一绝，轻易可是吃不到的。魏无羡一边给鸡翻面，一边撒调料，一只辣椒面不要钱似的往上撒，另一只半点辣椒都没沾上。哎，温宁，别忙活了，快坐下。